在拉萨休整了几天后，今天我们决定去阔别已久的大昭寺和八廓街转转。去年我们来拉萨时，大昭寺广场正在修缮，今年终于有机会再去看看。在藏语中，八廓是中转经道的意思，八廓街又名八角街，位于拉萨市旧城区，是拉萨最著名的转经道和商业中心，较完整地保存了古城的传统面貌和居住方式。八廓街原街道只是单一围绕大昭寺的转经道，藏族人称之为圣路。八廓街可以说是西藏历史的见证，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7世纪初，藏王松赞干布下令修建大昭寺，同时在大昭寺周围修建了4座宫殿。4座宫殿即为八廓街最早的建筑。大昭寺建成后，引来众多朝圣者朝拜，日久逐渐踏出环绕大昭寺的一条小径，为最初的八廓街。15世纪后，大昭寺成佛教传播中心。随着大昭寺宗教地位的加深，藏传佛教认为以大昭寺为中心，顺时针绕行为转经，表示对供奉在大昭寺内释迦牟尼佛像的朝拜。大家好，我是狒狒，我现在在西藏拉萨的大昭寺广场外面。我们去年呢也是这个季节到了拉萨，但去年的整个大昭寺以及周围的这一圈广场好大一块面积都在升级改造中，在维修，所以去年来的时候这块完全是一大片工地。那今年呢我们又到了这里，走吧，今年呢可以带大家去逛一逛了，逛一逛传说中的八廓街，走吧。前面是不是要过安检了？对，走吧。大昭寺我们来了，好几年没见了。大昭寺好漂亮啊！我们去年来的时候，整个广场这一块全部被铁栏杆围起来，里面在施工在修。现在是晚上的8点整了，每到傍晚的时候啊，这边一圈一圈转经的群众特别多，因为白天可能大家都各忙各的，到傍晚的时候全部都来了。这个八廓街呢，从上空去看的话，是一个8边形的一个造型。围绕的中心就是面前的这座大昭寺。大昭寺之所以有名，因为里面呢是供奉着一座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像，所以呢，在藏族同胞的心里，这是一个圣地。所以每天呢都有很多人围着这块转。但是大家以后来这边旅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啊，转八廓街的顺序一定要顺时针着走。来到藏区，除了雍仲本教那边，其他的地方都要顺时针去走哈。我们先往这边走。好多人拍写真，好多人在拍写真哟。它跟我去年穿那个衣服一样啊。对啊，是吧？对，都这个造型。好多。我们17年来的时候没这么多人拍写真啊。对，就是从他们说19年兴起，咱19年没来。对。然后去年2020年。即使有疫情，但当时拍写真的人还是巨多。对，今年就更多了。看到这儿，我突然好想再来一套。去年穿了个红的，今年我可以穿个那种黄色的。走，转一圈。转。现在天快黑了，可能光线不太好了哈。对。在大昭寺的门前呢，一直有这样一座唐波会盟碑，但是我们去年来的时候，这块整个是围在里面的，当时没看到。那今年来了就可以看见了。这个唐波会盟碑这里也是经过修整的，现在整个就是以前的那块石碑，整个是罩在玻璃罩子里面的啊。唐波会盟呢是发生在公元821年，在公元821这一年，双方先是在唐朝的首都长安进行了盟誓，又在次年822年来到了西藏的当时吐蕃的首都拉萨，重新进行了盟誓。823年将这块碑立在了大昭寺的门前，称为唐波会盟碑。这块碑呢，也是汉藏两个民族历史这种团结和友好的见证。除了唐波会盟碑，八廓街旁还有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夏孜朗监狱以及玛吉阿米餐厅可以参观。每一个建筑都有着几百年的故事与你诉说，可以说八廓街上刻满了拉萨的历史，西藏的历史。现在的八廓街虽然已经变成了拉萨最著名的商业街，但是有信仰的人们仍然从各地奔赴这里。
在八廓街上转着一圈又一圈，达成自己的心愿。今天的拉萨，阳光洒遍了每一个角落。可是你知道吗？在拉萨八廓街旁有一个地方，曾经就是旧西藏的监狱。这里的历史揭示了解放前西藏人民的苦难。今天我们带你穿越历史，了解那不为人知的过去。大家好，我是狒狒，我现在在西藏拉萨的八廓街，这已经是我第5次来到西藏拉萨了。八廓街呢，这些年来来回回转了有几10遍了，但是呢，我身后的这座朗孜夏陈列馆，我一次都没有进去过。这个地方呢，我以前就有所了解哈，它是旧西藏时期设立在拉萨城内的一座主管行政的机构，同时也是司法机关。而且呢，同时也是在拉萨市内设立的一座监狱。在解放前呢，这里每年都要抓捕600多名罪犯。这些所谓的罪犯，绝大多数都是农奴。那在我们第5次来拉萨八廓街的时候呢，我们准备进去看一看朗孜夏陈列馆。是免费开放的这个朗孜夏陈列馆。对，而且它的讲解好像也不收费。对，但是我估计讲解可能就是跟别的旅游地方一样，对，凑够一群人，对，然后里面工作人员带大家看看。是的，走吧，走。来了这么多次了啊，第1次来这里，朗孜夏陈列馆。进入朗孜夏登记之后，就可以观看朗孜夏的纪录片，讲述了旧西藏那段黑暗的历史。在西藏，地方政府可以设立法庭和监狱，许多大的僧俗领主也可以设立监狱或私牢。有点感觉像是那个监狱的入口。对，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第2层，它在1层以及地下室里面有囚禁犯人的地方。这个楼梯特别的窄。这是监狱的入口啊，感觉是。对。看这个门，这个门就是以前监狱地牢的门，这儿。对，这个铺平之后，下面就相当于地下室了。对，地牢一样的。小心头啊！哇，挺害怕的还。自己去有点害怕。对。去吧。哇，天哪！这个女农奴好像是被斩断了双脚。是。她从脚踝下面就没有了。对，她这个手一个左手也没有了。啊，太可怜了。这个是1号牢房，这里，这个里面。哎，天哪！这还有手印是怎么回事？哇，这些都是监狱。哇，看里面那些农奴饿的。他们说以前那些农奴特别饿，没有饭吃，就在啃旁边那木梁，啃那木梁全是牙印儿。对。2号牢房里还是有一个囚犯，同样是骨瘦如柴。因为当时呢，就这个监狱里面是不提供给囚犯餐饮的，他们每天需要怎么吃饭呢？就像这张图片里面示例的这样子，他们把手和脚全捆在一起，需要上街去乞讨。就是说他们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命，全靠能不能乞讨到东西。而这个监狱是不提供任何的餐食的，真是毫无人性。我现在来到了3号监狱里面，里面的这几个囚犯呢，同样是骨瘦如柴，而且那边还有放了几颗头颅，那个应该是已经被处决掉了。但是实际上呢，关押在这里的所谓的罪犯，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而是单纯的、简单的，因为在那个时期没有办法给封建领主交够赋税，就被处以这样严厉的刑罚，真是太惨了，惨绝人寰。有的人怀着一线希望，在墙上刻下了计算关押时间的符号，但是在3号牢房的外面有一张旧照片，反映了当时在旧西藏时期的农奴被迫从事无偿劳动。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西藏的农奴和奴隶主的关系，和咱们
中原地区封建时期的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旧西藏，农奴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他自己也从来不属于自己，而是完全属于奴隶主。他的一切，他的身体，他的劳动力，他所能获得的一点点资源，全都属于上面管理他的奴隶主。这个就是当时一些农奴戴的脚铐哈。它这个脚镣，你看，它里面有一个以前留下来的，对，它中间是那种实的，不是那种铁链，所以它两个脚的位置永远是固定的。对，让你很难受，很难受。这边还有一个显示的是展示的是人间地狱，解放前的西藏就这个样子，真的很惨，手都被砍了。还有些的话是牧民或者那个农民的话，对，税数太高了，交不起，交不上税哈。对，也关到1楼了。哦，交不上税就算很重的税。哦，那时候税的话是太高了，双倍或者3倍那种。在旧西藏时期，交不上税就算是跟杀人放火是一样的，算很重的罪了哈。我们刚刚从朗孜夏陈列馆里面出来，这座建筑呢一共是分为3层，其中1层、2层都是牢房，3层是办公区吧，办公室是以前的办公室。其中呢1楼关押的是重刑犯，2楼是轻一点的刑犯以及女囚。但是呢，所谓的重刑犯，除了杀人放火呢，真的是比较重，其他的重刑犯呢，也就是交不起赋税的很穷苦的农奴而已，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总体的参观下来呢，真是觉得在以前解放前的旧西藏，当时除了占总人口5%的3大领主之外，其余的95%的人口都是过得非常非常的难，在社会的底层不仅仅是难，就过得很苦、很绝望，看不到希望。3大领主呢，分别是指当时旧西藏的封建政府以及贵族还有寺院，这3个并称为3大领主，其余的全都是奴了。刚我们在里面参观的时候，大屏幕在放一个纪录片，真实的历史资料。从里面可以看到呢，在当时大约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废除了这些不平等的不公平的这些政策之后，农奴都非常的开心，他们纷纷的把卖身契、卖地契，那些被强迫签下的不平等的那些合同，全都扔到火里烧掉了。真的，每个人脸上那种开心幸福，由内而外，油然而表。